老子的镜刚要反眼拿蓝 buff， 哪个不长眼的拔了望线？罗非，是你小子！凌晨，我刚才还在电脑前看行为艺术呢，突然眼前一黑就……我操！咱俩刚才不是还在连麦吗？这他妈是哪儿？穿越了！凭老子的手艺，这破地方简直是一张白纸。先手搓机床，再炼钢造炮，别说一个蓝 buff 了，皇帝老儿的龙椅我都给他炸平！兄弟齐心，天下无敌啊！娘，那两个叫花子在发什么疯？快走快走，饿出幻觉了，小心疯子咬人。老罗，造反是个体力活，咱们先城里吃顿烤鸭。你身上带钱了吗？废话，我现在穷的只剩这一身浩然正气了。走，先进城要点饭垫垫肚子。站住！哪里来的野狗？青州府也是你们乱闯的。少废话，入城税一人10文。还有，把路引拿出来查验。路引？坏了，没有路引就是黑户流民，这是大雁巢。两位军爷，这路引吗？我们兄弟二人在城外遭遇了山贼。遭遇山贼？我看你们就是黑虎寨派来的探子，就算不是匪寇，也是从北疆大营跑出来的逃兵。来啊，把这2个来历不明的黑裤给我拿下！我操！你们古代人不讲武德，听我解释。这是哪儿？地狱吗？打醒了吗，回老爷？醒透了。哼，说吧，连张录取都没有的流民，鬼鬼祟祟在城门外张望。若是不招，本县这刑房里72套家伙，今天让你们尝个遍。我们是良好市民，我还在读研搞科研呢。读研？什么乱七八糟的江湖口诀？既然死鸭子嘴硬，那就大刑伺候。是，先上烧红的烙铁，本县就不信撬不开2个流民的嘴。完了，刚穿越就要变铁板烧了。瞎了你的狗眼！区区一个7品芝麻官，也敢对本官动用大刑？你若是这烙铁按下去，本官保证不出3天，你赵家9族，连你们家门口的狗都得满门抄斩。老罗，你丫疯了！咱们现在连买个白面馒头的钱都没有，你在这装什么朝廷命官？这是要满门抄斩的重罪啊！本官，你是何人？本官乃当朝户部左侍郎座下，奉旨巡查江南8府钱粮税收的特派巡盐御史罗非。旁边这位是经营护卫总兵。我们途经青州府城外50路外的黑风林，遭遇大股流寇劫杀。为了保住朝廷查账的密折，我们兄弟2人弃车换衣，乔装成乞丐，才侥幸逃脱。本想进城找你这青州父母官求援，没想到你这瞎了眼的狗东西，竟把钦差当成黑户抓进了死牢。赵县令，青州地界流寇伤绝至此，如今又私刑拷打朝廷命官，你这头上的乌纱帽，甚至你项上的人头，是不想要了吗？这误会，莫非真是误会？老爷，切莫听这狂徒信口雌黄，冒充朝廷命官可是凌迟处死的罪过。哼，户部你是专司天下钱粮，历来只有精通算学、过目不忘的大儒才能胜任。就凭你这满身污垢的酸臭样，你懂看账本吗？你懂算盘吗？怎么，你这小小的县衙账房想考验本官的业务能力？不敢，只是老爷若连几笔简单的账目都理不清，此人自然就是招摇撞骗的流民，当场乱棍打死，也免得夜长梦多。本官就给你这个机会。吴师爷，你快算算，切不可丢了咱们青州府的脸面。哼！大人请出题。老朽做了30年账房，若有一笔算错，愿凭处置。听好了，昨日本官微服私访查探物价，先向张屠户借了100文钱，又向李掌柜借了100文钱，总计借款200文，可有算错？没算错。借银200整，本官去酒楼点了一桌酒菜，花了197文，手里还剩3文钱，对吧？197加3等于200，账目吻合。重点来了，听仔细了。本官出门遇见张屠户，先还了他1文钱，遇见李掌柜又还了他1文钱，剩下的1文钱本官自己留作打赏了。还账2文，自留1文，合情合理，丝毫不差。好。我现在欠张屠户99文，99加上99等于198文。对呀，198文欠债。这198文的欠款，再加上本官兜里自己留着的那1文钱，198加上1等于199文。吴师爷，既然你是管账的行家，你来告诉本官，我最初借的可做1言文钱，
到底去哪儿了？那是不是被你这等贪官污吏给中饱私囊了？198文的欠款，加兜里的1文，等于199文。明明借了200文，怎么加起来只有190文了？活见鬼了！这账怎么凭空少了1文钱？老天爷，这钱还能凭空飞了不成？算不出来。好啊，好一个青州府！一笔区200文的烂账，你这当了30年师爷的，当面都能算没了1文钱。这要是放大到青州府1年10万两的税收，得有多少民脂民膏进了你们的口袋？你该当何罪？御史大人饶命！下官眼瞎，下官该死啊！快给2位大人松绑，把那群不长眼的守城兵全拖出去打断腿！快呀！老罗，你丫在现代当个资本家真是屈才了。你这传销洗脑的功底，去了棉堡都能当老大。赵大人起来吧，本官此事微服私访，身份乃是机密，不宜声张。只是我们兄弟2人遇险，盘钱和官任全被流寇抢走。你说，接下来本官在青州府明察暗访的开销，下官明白，下官全包了。来人，取100两通兑银票，不，取200两白银，给2位大人接风洗尘，压惊。2位钦差大人慢走，若在青州有任何差遣，随时吩咐下官。赵大人懂事，本官回京后自会在尚书大人面前替你美言几句。我操，200两！老罗这就叫空手套白狼啊！你这脑筋急转弯绝了。不过说真的，那1文钱到底去哪儿了？我刚才也在心里算了一遍，好像真的丢了1文钱啊！你一个理科硕士，能不能动动脑子？负债能跟自己手里的钱相加吗？你欠的198文里已经包含了你手里那1文钱，应该用180减去手里的1文，等于花掉的7文。蠢货！哦，对，被你这奸商给绕进去了。有钱了，咱们现在去醉仙楼吃只香酥烤鸭，还是去勾栏听听曲儿？吃个屁的烤鸭！走，去菜市场买最便宜的猪板油，再买大量的草木灰和生石灰。老林，你这个机械狂人，脂肪加减的造化反应，总会吧？你要搞日化垄断？太简单了，只要材料够，我今晚就给你熬出大燕朝第1块纯的强效去污皂。很好。闪开！2个臭要饭的，别脏了我们家掌柜的门面！现在我们能进去了吗？哎呦喂，2位爷，您里边请！2位爷这是真人不录像啊！快给2位爷上顶好的龙井。常言道，人靠衣装，佛靠金装。老林，咱们现在这造型，去谈 A 轮融资就不用担心被人当成邪教打出屎来了吧？别废话了，咱们现在手里还有140两银子，赶紧办正事。你要搞日化，必须得先有个厂房，而且造肥皂需要大量的水，最好能找个靠近水源的地方。场地有了，老林，该你表演了。需要什么材料，我马上列采购单。造肥皂的核心就是皂化反应。说白了，就是用强键和油脂在高温下发生化学反应，生成脂肪酸钠肥皂和甘油。别整那些我听不懂的专业能词，直接说买啥。第一，油脂，去屠户那里买猪板油，越便宜的越好，不要那种精肉，就要那种没人要的下水油和肥貂。第二，凉碱，这古代没有象氧化钠，咱们得自己制。你去买大量的生石灰、氧化钙和草木灰，主要成分碳酸钾，生石灰加水变成熟石灰。再和草木灰的溶液混合，就能置换出含有液氧化钾的强角溶液。虽然效果比不上现代的小碱，但在古代绝对够用了。第三，买粗盐，后期需要盐界，把肥皂和乳液分离开来。老林，你这脑子不去搞制毒真是可惜了。行，你在院子里搭灶台，我去采购。加碱水。你这你大爷的！你是在熬屎吗？忍着点儿，这是皂化反应的必经过程，脂肪在碱性条件下正在断裂，快了，马上就成型了。娘哎！你们2个新来的后生在煮大粪吗？赶紧给我停下，不然我报官抓你们了啊！大爷息怒，我们兄弟俩这是在熬制祖传的跌打药酒，药效猛，味道自然冲了点儿。您多担待，就这一锅，马上就好。成了！
把上面的那些膏体捞出来，放进木模子里压实，风干冷却。成了，这就是大燕巢的第一块肥皂。就这玩意儿，这看起来像大粪，闻起来像死老鼠的破肥皂，你确定能卖钱？你敢侮辱我的产品？我操！两碱皂化出来的纯正脂肪酸钠，去油污能力比你们现代超市里卖的那些加了各种添加剂的香皂强多了。你觉得这玩意儿咱们该卖给谁？当然是卖给老百姓啊！咱们把成本压这么低，一块肥皂卖个几文钱，薄利多销，全大燕巢几千万人，一人买一块，咱们也发财了。错，大错特错！卖给穷人，穷人连饭都吃不起，他会花几文钱买个这玩意儿去洗？他那件1年都不换的破麻布衣服，他们宁愿去河边用棒槌敲，去捡皂角。有道理。那如果卖给富人呢？你觉得哪个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会往自己娇嫩的脸上抹这种看起来像发霉的黄泥巴，闻起来还有一股猪油腥味的东西？那你说怎么办？咱们辛辛苦苦熬了一下午，总不能自己留着洗澡吧？老林啊，你只懂制造，不懂什么叫商业包装。在这个世界上，只要包装的好，哪怕是一块大石头，也能卖出黄金的价格。明天一早，你去药铺给我买几斤最便宜的香料，再买点风干的玫瑰花瓣，熬制的时候把香料和花瓣汁液加进去，掩盖住猪油的味道。怎么离职？我去找城里最好的木匠，用上等的金丝楠木边角料打几十个极其精美的木盒子，盒子里还得垫上红色的绸缎，然后再找个雕刻师傅，在肥皂的表面给我雕上5个大字：大内御用皂。功能是次要的，我们要卖的是身份，是阶级，是那种别人没有只有我有的尊贵感。剩下的营销全部交给我准备好，咱们要开始收割大燕巢的名媛圈了。站住！哪里来的臭叫花子？要饭要到县王爷的家眷门上了！滚滚滚！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个什么东西！慢着！瞎了你的狗眼，去告诉你们家七太太，给她送大内御用凝脂皂来了。大内御用，就凭你这身破布条，你要是京城来的大掌柜，我就是天上的王母娘娘。来人啊，把这疯子乱棍打出去！不用你们赶，我自己走。且慢，好香的味道。见过戚夫人，草民手里这宝贝不仅香绝天下，更有洗精伐母之效。口说无凭，借个洗脸盆，再来块抹布，睁大眼睛看清楚，什么叫大内御用？天哪，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能让肌肤重生、洗去凡胎左骨的仙家宝宝，免费送！戚夫人国色天香，只有这凝煮皂才配得上您的冰肌玉骨。若夫人用得好，可派人来城西大杂院寻我。记住，此物工艺繁杂，每月只产50块，先到先得。老罗，你丫死哪儿去了？老子负责技术生产，你负责市场营销，这都7天了，连个鬼影子都没来买，咱们连买猪油的钱都要没了，中午只能喝西北风。急什么？让子弹飞一会儿。飞个屁！咱们马上就要饿死了。就是这里，快别让张员外家的人抢了先！你们让开！我家小姐可是知府大人的表亲。别急我的血！罗掌柜，我家戚夫人说了。放屁！我家夫人出15两全包了。20两，我们家老爷出20两。我操！10两、20两，这破肥皂的成本连3文钱都不到啊！吵什么？我7天前就说过四海商会的规矩，大内御用凝煮皂每月只产50块，先到先得。罗掌柜，我没有钱，您随便开价。这不是产能的问题，这凝脂皂里
加了9981味珍稀仙草，需在月圆之夜汲取天地精华。不过，既然各位这么有诚意，今天我破例放出本月最后30块的购买名额，不卖现货，只卖提货凭证，20两银子一张凭证。这他妈不就是现在资本家玩烂了的预售去货和饥饿营销吗？东西还没做出，先收全款。我买，2块别急，这是我家夫人的40两，发财了！老罗，咱们这把真发财了，一共680两，加上咱们之前剩下的，足足有700多两。财币动人心，咱们今天在名媛圈搞出这么大动静，一天狂揽几百两，城里那些老牌商贾和地痞流氓，这会儿估计连哈喇子都流下来了。怕什么？老子可是学机械和化工的，这几天除了搓肥皂，顺手还拿消脂木炭和硫磺配了点防身的小玩意儿。虽然搞不出 TNT， 但弄点土法炸药还是绰绰有余的。就是这2个外乡来的叫花子，给我把配方搜出来！大晚上的，诸位这是要打劫？打劫！本大爷这是在替天行道，交出那什么凝乳皂的配方，大爷我大发慈悲，留你们一条全尸。否则今晚就把你们剁了喂狗！配方啊，早说呀！这配方可是我们兄弟俩的命根子，上面记载着9981味仙草的熬制之法。快说，敢少一味药，老子活劈了你！可惜啊，这配方里有一味最重要的药引子，叫穿肠散。你拿到配方照着熬制，不出3天，你全家老小都会浑身溃烂而死。好，你敢耍我？给我上，把他们乱刀砍死！老林，上才艺！早就准备好了。送你们一场人工白招！这什么破玩意儿？暗器！我也给掐了！我掐了！小徒，他们会咬吧？快跑啊！王老板不是要剁碎了我们喂狗吗？怎么嫌我这9天玄雷的配方不够劲儿？神仙饶命，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这是我身上所有的银票，全孝敬2位爷爷，拿钱买命。算你懂事，回去告诉城里那些眼红的同行，四海商会做生意讲究个和气生财，但谁要是再敢半夜来敲门，下次炸开的就不光是你们的眼睛了。是，小人记住了，小人滚，这就滚。老罗，现在咱们有多少钱了？加上王富贵赞助的这300两，一共900多两。走，兄弟，明天一早咱们去城中心最好的地段买下最大的宅子。从明天起，大杂院的泥腿子死了，大燕朝首富四海商会正式挂牌。罗非你大爷的，900两银子！你花300两在城里买了个带3进院子的商铺，剩下的600两，你全用来买这片鸟不拉屎的乱石滩了。你懂个屁！城里那破院子能干什么？哼，只能当个旗舰店用来收钱。老林，你是个机械师，你难道看不出来吗？这里有免费的源源不断的水利能源，有足够开阔不用担心扰民的厂房用地，这里将是大燕朝第1次工业革命的摇篮。卢把头，图纸你看过了，我要在这河边建3座10丈宽的大公房，不仅要宽，墙壁还要厚实，能防贼放风。给你10天时间。10天？你是真不懂还是寻老何开心？乱石滩连根像样的木头都没有，你要建3座大工坊，光是去山里伐木运食量就得半个月，更别说还要用糯米汁和黄泥一点点砌墙。夫把话撂这儿，最快3个月，而且因为你催得紧，工钱得翻倍，要300两银子。就是3个月都算快的了。这俩外乡人懂个屁的盖房子，真以为有钱就能胡来？就是没有上好的红漆木做大梁，10丈宽的房子不得塌了，把他俩砸死。老林，你歇着，今天没你出场的份儿。这帮古代包工头交给你了，3个月300两。卢把头，如果我说我不用1根木头，也不用什么劳师火糯米汁，今天日落之前，我就能在这平地上立起一堵坚不可摧的墙呢。林掌柜，你是没睡醒吧？你要是今天能在这空地上凭空做出一堵墙来，老朽这行手把手不当了。以后我这50个弟兄免费给你干3年白工。好，一言为定。老罗，让人把咱们前天烧的东西拉过来。就凭这几袋子灰，
他莫不是想用面粉糊墙？沙子碎石灰粉3比2比1，加水，给我死命的搅，把木筐子架好，倒进去，全部倒进木头筐子里，压实。就这，把一堆烂泥倒进木头筐子里，等水一干，这泥巴一推就倒，这也叫强？行了，林掌柜，天快黑了，你这烂泥戏法也演够了，老夫该回家吃饭了。那300两银子准备好，咱们明天去山里砍树。急什么？看好了，什么叫神仙造物？这怎么可能？烂泥怎么会变成石头？不信，你可以试试用你吃奶的力气砸。卢把头，打赌的事就算了，我四海商会不缺这几个白工，工钱我给你双倍，但这10天，你和你的人必须按我的图纸把这3座工坊给我盖起来，跟着我干，我保证你们这辈子赚到的钱比你们前8辈子加起来都多。但如果谁敢偷懒，就跟这块石头一样。东家，从今往后，我们这50人就卖给四海商会了，您指哪儿，我们打哪儿。老林，铁矿石买回来了，但城里那个老铁匠死活不肯接单子。他说咱们要的铁剑形状怪，数量大，要价翻了5倍。嫌形状怪数量大，他要是嫌钱烧手，老子就换人。换人？整个青州府就他手艺最好，要价高是因为纯人力打太费劲。你去把那老道人试吃鸡杠多叫他，告诉他，要是不来，以后大燕朝铁匠行当没他吃饭的份儿。你那图纸上画的什么齿轮轴承？我打了一辈子铁都没见过。要我打行，1000两银子，少一个子儿免谈。开闸口，水车转起来了，开路！林掌柜，你莫不是疯了？这么大的铁块，就算老夫带着10个徒弟，抡上3天3夜的大锤也砸不平。你打算用牙啃吗？就是有钱烧的吧？这么大的铁坨子，除了当秤砣还能干嘛？师傅，咱们走吧，别看这疯子耍猴了。老东西，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什么叫水力100吨高！我的亲娘嘞！这是人力能干出来的事儿吗？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没有10个壮汉抡大锤，这铁怎么可能被砸得像面团一样？这是把江河的力气借来砸铁呀！林大掌柜，老朽那点微末道行，在您这神迹面前连个屁都不是。老朽不要那1000两了。若是林大掌柜不嫌弃老朽，愿入您商会的籍，不求别的，只求能让老朽在这神迹旁打个下手，学点真本事。行了，别嚎了，既然成了自己人，那就赶紧干活。今天晚上，把你手下的徒弟全叫来，把我要的齿轮轴承全给我打出来。明天一早，我要让大燕朝的第1台新式水力织布机转起来。老罗，库房装不下了，你丫到底卖不卖得出去？急什么？让子弹飞一会儿。飞个屁！咱们马上就要连买粗棉花的钱都没了，你到底在搞什么鬼？我昨天去账房看了一眼，咱们账上不仅没钱了，还多了一笔巨额债务。汇通钱庄那边办妥了吗？办妥了。按照你的意思，用咱们宁汝造未来半年的独家分红权做抵押，从汇通钱庄借了3万两白银。不过我真不懂，咱们卖肥皂赚的钱够多了，干嘛还要去借高利贷？因为我要用这3万两买空江南所有的上等生丝和好棉花，我要让这城里的8大布坊一根好线都买不到。我操！釜底抽薪啊！怪不得你这半个月让我把织布机的飞梭间隙调大，原来你打算用劣质短棉织布。没错，他们的手工必须用好线才能织出好布，稍微差一点就容易断线。但你的机器不怕，粗棉短棉照样织。那些8大布服平日里当柴火烧的烂棉花，在咱们的水力织布机里就是源源不断的印钞机。准备好，今天就是大燕朝布商的末日。诸位，那个四海商会简直欺人太甚。半月前，他们突然在城里开了5家布庄，那布的料子比咱们精织的还要细密，这也就罢了，可价钱买棉线，1匹布的本钱就要30文，他卖30文，这不是在做善事，这是在要咱们的命啊！王掌柜、刘掌柜，不好了！刘掌柜，江南那边传来消息，市面上的上等生丝、好棉花，全被人以高出市价2成扫空了。什么？是谁干的？咱们派去提货的船老大说，江南的私商宁愿赔双倍的违约金给咱们，也把货全转卖给哪个人了？据说是京城来的一股神秘客商，砸了整整3万两白银。虽然江南那边赔了咱们违约金，可咱们雇船雇邮局去江南的开销全打水漂了呀！最要命的是，现在就算咱们拿着这笔违约金去蜀中进货，一来一回最快也要2个月。完了，全完了！工坊存线只够3天，2个月空窗期，光每天的口粮底薪就能吃垮铺子。同归于尽。王掌柜，你也太高看你们自己了。罗非，
你到底想干什么？你高价买空原料，自己也得亏死，你这叫损人不利己。亏死，那是你们。你们的织女离了上等棉线就活不了，但我的机器就用这种你们平时扔在地上当柴烧的烂棉花，照样能织出比你们更好的布。我卖30文，依然有10文的净利。我用你们存在汇通钱庄里的钱，买空了你们赖以生存的原料，而我的布没有人工费，不需要织女，产能是你们的100倍。罗大掌柜，求您高抬贵手，给咱们留条活路吧！我那布庄可是祖传了3代呀！留活路？商场如战场，我凭什么留活路？不过我四海商会正好缺几个懂行的掌柜，帮我把布卖到江南去。这契约用1成的价格买下你们的铺子和地段，签了以后，你们就是我四海商会掌柜，拿1成干股，跟着我吃香喝辣。1成？你这是明抢！不签，1个月内，你们的资金链就会彻底断裂，铺子会被查封，你们的下半辈子就在大牢里过吧。老罗，你真他妈是个纯正的资本家，骨头里都流着黑水。反了，简直是无法无天！他罗非敢不经本官同意吞了城里所有的布庄，这是要把本官的财路全断了呀！大人息怒，这四海商会最近风头太盛，听说他们在城外搞的那个织布机，一天能出500匹布，简直是印钞机呀！大人，咱们是不是得……那还用说？传我的手令，就说四海商会涉嫌扰乱市价，让头带人去把城外的工房封了，机器和存货全部充公。是。小人这就去办。罗非，你这奸商事发了！赵大人有令，查封四海商会所有工坊，如有违抗，就地正法。不好意思，擦枪走火。你们刚才说要查封谁？孙捕头，别动不动就拔刀，容易伤着自己。死到临头还敢嘴硬！今天就是要吞了你这印钞机！赵大人的授口罗某清楚，不过今天这门你封不了。笑话，在青州府还有赵大人封不了的门？这是青州知府大人的印章，你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孙捕头，你看清楚了，这2箱琉璃神镜可不是送给赵大人的。那是送给谁的？是送给知府大人正房夫人王诰命的。就昨天下午，我花了1000两银子买通了知府夫人的贴身丫鬟，送进去了一面小镜子。今天早上，知府的特许经营公文就已经在送来的路上了。从明天起，咱们的四海商会要把手伸向盐和铁了。区一个7品县令，也敢查封知府夫人罩着的产业，你问问他有几个脑袋够砍？罗大掌柜误会，这绝对是个误会。赵大人的意思是让小的们来给商会看家护严的。滚！是，这就滚。老罗，你丫真够可以的啊！拿我昨晚随便烧出来的玻璃去忽悠那帮孙子，这上层路线走得真溜。商业的核心就是政治背书，没有权力护航，咱们赚再多钱也是别人的待宰羔羊。对了，我让你给我搞的防身武器，搞好了，进来验货。老林，你大爷的！我让你给我打一把扇子，你给我打了个这玩意儿。那是全金刚架构，重5斤4两。扇柄里我还给你加了弹簧机关，只要你按那个红点，扇骨能像暗器一样射出去。50步里能钉穿3寸木板，这叫硬核儒雅，懂吗？我懂你个锤子！我是去知府府上参加雅会，不是去搞刺杀。这扇子怕是能把人的脑袋直接扇飞吧？听到没？这叫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走，带你看个更刺激的。我把这宅子的自来水系统搞定了，看好了啊，别眨眼。这水怎么自己会流出来？老林，你是不是在里面关了个小水神？水神没看见，水鬼倒是有2个，这就是物理的力量。老罗，以后洗澡不用丫鬟一桶一桶往里倒水了，哥给你装了个土法花洒。再看看我给你弄的土法席梦思，我这弹簧的 K 值是经过极其严密的物理计算的，那种陷进去的感觉比那硬邦邦的木板床强出100倍，真是个天才。你这手艺要是传出去，大燕朝的那些贵族非得疯了不可。疯的还在后面呢。老罗，你刚才说咱们下一步要动盐和铁？没错，你需要的那些铁矿和煤矿，知府那边的批文已经下来了，但这青州府的盐铁生意一直被本地最大的豪族崔家把持着，咱们动了他们的奶酪，那帮家伙可不会像赵知县那么好对付。管他什么崔家狗家，敢挡着老子搞工业革命，我就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叫物理层面的降维打击。
你今天下午不是要在全城的盐商面前开品盐大会吗？崔家的青盐卖得贵，是因为他们垄断了好的盐湖，但他们不知道，这世界上最不缺的就是盐。那些被他们废弃的、吃死过人的毒盐矿，在化学面前就是遍地黄金。他们觉得这是毒药，因为里面含有大量的氯化镁，糊掉剩下的就是最纯净的氯化钠。老林，这把要是搞砸了，咱俩今天就得卷铺盖跑路。你这到底行不行啊？急什么？这就叫化学。这罗非真是狂妄至极，居然敢买毒盐矿，呵呵，简直是自寻死路。就是，那毒盐要是能吃，咱们崔家早就把它挖空了。今天咱们就坐着看好戏，要是他敢拿毒盐糊弄咱们，咱们立刻报官，抓他个图财害命。诸位久等了。罗掌柜，废话少说，你今天请我们来，不是说要让我们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盐吗？东西呢？别急啊，上盐。这是什么？白糖？白糖？刘老板，你家白糖长这样？尝尝吧，这就是我四海商会用你们口中那种连狗都不吃的毒盐矿提纯出来的净盐。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神迹，这是神迹呀！天哪，这是什么盐？我吃了大半辈子盐，居然全是土，太纯了，一点苦味都没有。这颜色，这味道，崔家的青盐在他面前简直就是狗屎！这盐怎么卖？我全包了。你也配？从今天起，青州府的盐市，我四海商会说了算。崔家的御剑，崔家的青盐，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一天1000两，一天1000两啊！这罗非到底是哪里冒出来的妖孽？这种点石成金的手段，怎么能落在一个奸商手里？大人，崔家那边已递了话，只要大人能把这造血盐的秘方弄到手，并且承诺以后青州府的盐利分大人2成。哼，2成？秘方要是到了本官手里，那就是一只下金蛋的母鸡。传我的手令，立刻调集县衙所有差役、民壮，给我围了四海商会。大人，以什么名义？名义？那废矿里的盐可是出了名的毒盐，吃死过人的。把罗非和四海商会的林臣给我抓进死牢，大刑伺候，不怕他们不把秘方吐出来。给我砸开！干什么？今天还没到发工钱的日子，要饭去别处要。刁民，死到临头还敢猖狂！来人，把这个私造毒盐的反贼给我拿下！慢着，这么赵大人是要来买盐吗？不好意思，今天的货已经卖光了，想买明天赶早排队。罗非，你低价收购废弃毒矿，提炼毒物，意图谋财害命。本官今天就要查封你这魔窟，将你等反贼满门抄斩！我看谁敢动！
赵大人，你刚才说要查封我，你查封我之前，是不是该先去州府问问，你头上那顶乌纱帽还够不够分量？你拿的什么东西？睁开你的狗眼，听好了！青州府知府手令，赐四海商会盐铁特许经营之权，凡商会名下矿山、盐场、工坊，接受州府直袭庇护，地方县衙无权干涉，更不得擅自查封。钦此。不可能，这绝不可能！你敢伪造官文，这是诛族的大罪！哼，伪造！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这印是不是假的！赵大人，你想当崔家的狗，想来抢我的秘方可以，但你出门前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你这七品芝麻官的牙口，咬得动我这块铁骨头吗？罗大掌柜，误会，这全都是误会啊！误会？带了100多号人拿着刀要满门抄斩，你管这叫误会？老林，这胖子刚才说要查封咱们，按照大燕律法，惊扰州府特许商号，意图谋夺贡品，该当何罪？轻则罢官免职，重则流放3000里。啊！罗祖宗，罗爷爷，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受了崔家那帮奸人的蛊惑呀！求您大人有大量，把这份批文收起来吧。要是传到知府大人耳朵里，小人这乌纱帽可就真保不住了。赵大人，带着你的狗滚吧。顺便替我给崔家带句话：青州府的规矩，从今天起由我们来定。老罗，你说咱们现在算不算是大燕朝的首富了？首富算个屁！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老林，你看这个。马拉有轨电车，我已经算过了，金刚轨道的摩擦力极小，只要4匹马就能拉动载客50人的车厢。我要在青州府的主干道上铺满这玩意儿，让大燕朝提前500年进入轨道交通时代。如果把这玩意儿铺到咱们的码头和矿山，咱们的物流成本降到原来的1/10，这哪是电车，这他妈是印钞机啊！哈哈哈哈！干！明天一早就去找知府买地皮谈路线，我要让青州府满城都是咱们的钢铁巨兽，顺便再搞个煤矿。下一步我直接手搓蒸汽机，把马都省了。王爷恕罪，那四海商会不知从哪弄来了妖法，造出了血一样的精盐，小人实在斗不过他们，这半年的盐力全被他们抢光了呀！斗不过，本王养了你20年，你现在告诉本王，你连2个剑商都斗不过！王爷饶命！那2个剑商富可敌国，他们手里不仅有银盐的秘方，还有一种能瞬间削铁如徐的神器。只要王爷出马，把四海商会抄了，不仅军饷有了，连旌旗也能焕然一新呐！削铁如凝的神器，王爷，那四海商会手里有知府大人盖印的特许经营批厨，下官实在是不敢动啊。知府的批文，在这大燕朝，只要本王的刀够快，什么知府，什么商会，不过是本王案盘上的肥猪罢了。本王将令，大军开拔，进驻青州府，封锁4门，军管全城。哼，本王倒要看看，是那2个剑商的银子硬，还是本王的铁器硬？王爷，下官不知王爷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只是这军管2字似乎不合朝廷规制。规制？本王的3万铁骑已经断粮3天了，你跟本王谈规制？这大燕朝的江山是本王带着人在北疆一刀一刀拼出来的。本王现在要借你的青州府筹集军饷，你有意见，那立刻去办。是，下官立刻去办。不用你办，崔渊已经把青州府的情况都告诉本王了。听说你给城西的那个什么四海商会
发了特许批章，做了他们的保护伞。王爷明鉴，那四海商会确实有些手段，能做出比血还白的精盐，还能打出削铁如泥的金刚。下官也是为了繁荣地方。繁荣地方？他们把本王的白手套都给废了，断了本王的财路，你管这叫繁荣地方？传令下去，让那个叫罗非的剑商带着他所有的账本、银票，还有那所谓的金刚图纸来见本王。记住，本王只要东西，不要人。如果他敢说半个不字，就把那座工业园连人带机全给本王推平了。罗爷，这次是真的天塌了呀！那是镇北王，他手底下的3万重甲骑兵，杀人都不带眨眼的。知府大人现在还跪在衙门院子里没敢起来呢。老罗，怎么说？要不要我把后院那2门刚筑好的土炮拉出来？管他什么王爷，只要敢冲进来，老子让他知道什么叫动能守恒！闭嘴！老林，这是古代，不是现代。我们那2门土炮根本挡不住3万重甲骑兵的冲锋，应聘只有死路一条。我们必须用商业规则去跟他谈判。商业规则？坑一个封建军阀，你脑子进水了吧？不，只要是人，就有所求。他要军饷，要武器，这就是我们可以谈判的筹码。我们可以跟他签订利益捆绑协议，商会给他提供源源不断的军饷和金刚武器，换取他的绝对庇护。只要把这个大军阀绑上我们的战车，这大燕朝就再也没人能动我们。走，去府衙，我要给这位古代的王爷上一堂现代经济学的课。草民罗非，见过王爷。你就是那个废了崔渊、抢了本王盐铁生意的奸商。王爷言重了，商场如战场，草民不过是用更好的技术和更低的价格取代了他们。这不仅繁荣了青州府的商贸，也间接为朝廷增加了税收。王爷英明，想必不会因私废公。繁荣税收，你知不知道崔渊每年要给本王的北疆大营送多少银子？不管他送多少，我四海商会可以送双倍。王爷，草民听说北疆大军因为大旱军饷断缺，这正是我们合作的绝佳契机。草民愿意出让四海商会3成的干股给王爷。王爷，您不要只盯着眼前的存量财富，我们可以进行利益捆绑。您提供军事保护和政治特权，我们提供最先进的精研提寸技术，远超大燕朝工艺的金刚炼技术。我们可以把青州府打造成一个超级工业基地。我们有水利断锤，有新式高炉，我们可以每个月为您提供2000把削铁如泥的金刚战刀，5万斤白如雪的雪盐。我们可以垄断整个北方的盐铁市场，产生的利润足以养活您10万大军，这叫双赢。说完了。王爷意下如何？罗非，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哼，你跟本王谈合作，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跟本王分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你们这些奸商眼里，万物皆可售卖，但在本王眼里，只要本王的刀够快，这天下都是本王的。你那所谓的技术、图纸、高炉，全都是本王的。本王没耐心跟你玩什么过家家的游戏。传令下去，包围城西工业园。天黑之前，本王要看到所有的账本、现银和金刚图纸。如果少了1张纸，或者有人敢阻拦，杀无赦！老罗，没有，什么经济学，什么股份制，全都没有。你不是问我去跟那个狗屁王爷谈股份了吗？双赢，哈哈哈！我们太天真了，在那个王八蛋眼里，我们连跟他谈判的资格都没有。他下令了，天黑之前交出所有的现银账本，还有你画的那些图纸。如果敢说工业园，杀无赦！罗爷、李爷，咱们把银子交出去吧，钱没了可以再赚。外头那些兵爷可是真会杀人的呀！是啊，是啊，把图纸给他们吧，咱们斗不过官军的。老罗，交出图纸和银子，他们就会放过我们吗？放过？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就算今天交了，明天呢？后天呢？只要我们脑子里还有这些跨时代的知识，在这个没有法律保护的时代，我们就永远是那些权贵圈养的血包。
我们回不去了。既然回不去，那就不回了。去，带着春桃和夏荷，把后院那2门还没来得及试射的土炮给我推到大门口来。今天，要么我们像狗一样被他们屠杀，要么就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叫他妈的工业革命。是。时辰到了，奉王爷令，四海商会抗拒军管，意图谋反。开门，去死吧，封建余孽！点火！成了，成了！不对，大家快逃！别杀我！老郑、老李，石头，别动，在那趴着别动！石头！春桃，夏荷，这就是你们用来买命的东西，30万两，一分不少，拿走，都拿走！你疯了？那是大同钱庄建票集队的银票，30万两银票。哼哼，银票，在这乱世，没有镇北王的大义，这些破纸连擦屁股都显硬。王爷有令，四海商会私通敌国，意图谋反。念在你们献上金刚图纸的份上，留你们全尸，发押吧。谋反，好一个谋反！不仅抢了我们的钱，杀了我们的人，还要让我们背上千古骂名。这大燕朝的规矩，真是好得很啊！押走，明天一早城头处斩。老李，别废话了，图纸就在那个箱子的夹层里，密码锁只有我知道怎么开。老李，还记得我们穿越过来的第一天说要干什么吗？我们要当乞丐里的纳斯达克交账人！放屁！那是给文明人定的规矩。对于这群野蛮人，我们要当他妈的死神！够！老李，冷吗？不冷。老张，你说的对，跟这群封建野人讲什么经济学，讲什么股份制，纯粹是脑子进水了。这帮孙子以为用几把破刀、几匹破马就能把我们踩在脚底下，他们以为抢走了高炉和几张破图纸就能掌握我们的力量，他们根本不懂，真正的工业革命不是那些冰冷的机器，而是我们脑子里的知识。石头死了，春桃和夏荷也死了。老李，我不想造自来水了，也不想造席梦参了，那个配方太温和了。我要搞点硬货，无缝钢管、硝化嘎油、雷酸镁。我要让这帮还在挥舞着冷兵器的土鳖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热武器降维打击。好，钱我来搞，不管是用什么办法，我罗非发誓，3个月内我给你建起一座真正的兵工厂。既然这大燕朝的规矩是他们定的，那我们就把定规矩的人全宰了。
老林，你这玩意儿到底靠不靠谱？闭嘴，别出声，别跺脚。这可是纯正的消化甘瑶，我好不容易用浓硝酸和浓硫酸弄出来的。只要你刚才跺脚的震动稍微大一点点，咱俩现在连骨灰都找不到。成了，有了这玩意儿做底火和炸药，大燕朝的冷兵器时代可以宣告结束了。老罗，钱呢？没有海量的资金买精铁、硝石和模具，我这兵工厂可赚不起来。哼。打开。我操，老罗，你不是空手出去的吗？这他妈得有多少钱？哼，抢劫，那是没有技术含量的野蛮人干的事。这里一共是40万两白银，外加3000两黄金，算作咱们地狱兵工厂的天使轮融资。1个月时间，你怎么搞到这么多钱的？我去了隔壁最富庶的江南府。那里的盐商丝绸巨户富得流油，而且一个个贪得无厌。我随便找了个快破产的琉璃窑，让他们烧了一批最劣质的红色玻璃珠，然后我花重金买通了江南府的名士，包下了最豪华的画舫，举办了一场西域仙刀品鉴会。我告诉那些古代土老脑，这红色的珠子叫血菩提，是从西域极寒之地挖出来的仙家宝贝，佩戴能延年益寿，磨成粉冲水喝，能壮阳生子。全世界只有100颗。他们一开始也不信，于是我雇了10几个通子，在市场上疯狂议价回购。第1天，1颗血葡萄卖100两；第2天，我的通子用200两买走；第5天，价格被我炒到了500两。这不就是庞氏骗局加上郁金香泡沫？没错，就是最经典的金融泡沫制造法。那些古代富商看到血捕头的价格每天都在翻倍，他们心里的贪婪就彻底压过了理智。那些自诩聪明的世家家主，那些贪污受贿的知府大员，纷纷抵押了田产铺面，拿着白花花的银子，疯狂抢购我手里的玻璃珠。等价格炒到1000两1颗的时候，我把手里所有的存货全部抛售，带着40万两白银直接消失。现在，江南府的那些富豪们正抱着一堆一文不值的碎玻璃哭天抢地呢。既然这天下是他们权贵的天下，那我就用他们最在乎的银子来铸造射穿他们心脏的子弹。钱管够。老林，我要的硬货呢？这1个月，我用你第1批送来的资金买通了莽山附近所有的散户铁匠，把他们集中到了后山的隐蔽山谷里。镇北王的重甲骑兵确实厉害，他们的铠甲连强弩都射不穿。滑膛枪我这1个月没日没夜的试验，所以用百段钢加上深孔钻透技术，生生拉出了这根大燕朝的第1根无缝钢管。没有工业车床，车不出合格的膛线，所以我放弃了线膛枪的研发。但这把枪也足够把那些封建军阀送进地狱了。后膛装填，机针发货。老罗，走，去看看咱们的新玩具。镇北王不是说，只要他的刀够快，天下就是他的吗？今天我就教教他，什么叫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漂亮！这只是开胃菜。拼装弹的图纸我已经让工匠们流水线段做，由你尺寸40万两白1个月，我能拉出一支200人的火枪队，外加100颗用硝化香羊填装的定向地雷。好，老林，你负责报兵，我负责去周围州县招募死士，只要给足安家费，这乱世最不缺的就是敢死之人。1个月后，咱们带着这支超卫军队接然杀回青州，镇北王罩得住周崔，大燕朝的国族毁灭倒计时开始了。王爷洪福齐天，那四海商会的织布机和提烟法简直就是聚宝盆啊！这个月咱们虽然只弄懂了一小部分机器的用法，但产出的布匹和血盐已经卖出了10万两的天价。等工匠们把那什么水力机床彻底摸透，王爷您的军饷就再也不愁了。好，什么商界奇才，什么跨时代工艺，只要本王的铁骑踏过去，所有的财富和智慧都只乖乖跪在本王的脚下，当一条摇尾乞怜的狗。禀报王爷，城外10里发现一支不明兵马，正朝着青州府正门逼近。不明兵马？难道是朝廷的平叛大军？有多少人？是步兵还是骑兵？回王爷，只有步兵，人数大概200人左右。200人，200个步兵也敢冲击本王3万大军驻扎的青州城？是哪里的山贼吃错药了吗？走，随本王去城头看看，是哪里来的疯子！
老罗，咱们这造型是不是有点太嚣张了？对于野蛮人，你越嚣张，他们越忌惮。今天我要把他们打得连他妈都不认识。罗非、林晨，你们竟然没死！萧天策、赵德珠、崔老狗，老子从地狱里爬回来收账了！交出赵德柱、崔渊，以及那天参与屠杀我工业园的所有将领，然后带着你的兵滚出青州府！我给你们1炷香的时间考虑。这小子是不是疯了？200个连盔甲都没有的步兵，敢威胁佣兵3万的镇北王？他以为他带的是200个天兵天将吗？不知死活的狗东西，真以为弄了些烧火棍就能跟本王的铁骑抗衡？先锋营何在？末将在，点齐800铁符箓，重骑本王冲出去！1炷香之内，本王要看到那200个泥腿子被踏成肉粘！把罗非和凌晨的人头给本王挂在城门上！遵命！战！王爷威武，铁骑一出，这群不知死活的商人马上就要变成肉饼了！螳臂当车，这就是不自量力的下场。老林，不急，让子弹的动能最大化。全营都有，开火！第1排退后上弹，第2排上前。开火！这是什么妖法？我的铁浮屠，那是本王重金打造的铁浮屠啊，怎么可能被瞬间击穿？分开，不要扎堆，从2侧迂回包抄，他们人少，靠近了杀光他们。想侧翼包抄，冷兵器战术学得不错，可惜你们不懂什么叫现代化火力覆盖。起爆手，给他们听个像！碾压。萧天策，看明白了吗？你花了10年时间，几百万两白银训练出来的无敌重甲，我击穿他们，成本只需要5两碎银子的子弹。你们引以为傲的封建暴力，在绝对的物理和化学定律面前，连一坨狗屎都不如。全营上刺刀，向前推进。今天踏平青州城。这不可能！本王的铁浮渡，天下无敌的铁浮渡！王爷，放箭！快放箭啊！他们只有200人，咱们城里还有2万多大军，用弓箭射死他们！弓箭手准备，床弩上前！只要他们进入120门的射程，给本王万箭齐发，把他们钉成刺猬！老罗，这帮古代人似乎对射程有一种迷之自信，他们以为我们手里的火枪射程和他们的弓箭一样短。那就给这位傲慢的王爷上一堂基础的物理弹道学课程吧。距离150步，风向西北，风速3级。妖法，他们会妖法！老天爷发怒了，这是天兵下凡啊！开炮，掌门。入城。王爷，别来无恙啊！
1个月前，您在这府衙里教训草民，说只要刀够快，天下就是你的。现在，您觉得是您的刀快，还是我的子弹快？成王败寇，本王无话可说。你们赢了，要杀要剐，悉听尊便。但本王手下这3万大军是无辜的，他们只是奉命行事。杀你？我早说过，我是个商人。打打杀杀这种事太没有性价比了。杀了一批军阀，朝廷还会派下一批军阀来。大燕朝这么大，我总不能天天带着人去打仗吧？看清楚了，王爷，你那3万军队从今天起全部脱下军装，编入我四海商会的铁路护卫队和矿山安保科。你们的粮饷，商会发双倍。至于你，萧天策，你现在有2个选择：第一，带着你的亲卫负隅顽抗，被我们打成马蜂窝；第二，签了这份劳务合同，成为我四海商会的安保部总监，拿1/1000的干股底薪，替我去摆平那些不长眼的土匪和其他军阀。你要收编本王？不是收编，是资产撑住。以前你靠抢劫老百姓收军饷，那叫低端暴力。现在你跟着我，用武力保护咱们的商路和工厂，这叫为工业革命护航。签吧，签了，我教你们怎么用这种后膛枪。以后你们就不用穿着那么重的铁壳子去跟人拼命了。本王签。罗大掌柜，林大掌柜，小人知错了，小人也是被逼的呀。求哪位大掌柜把小人也当个屁放了吧。小人愿意交出全部家产给商会当一条狗，四海商会以后就是青州盐业的唯一霸主，小人这就滚出青州。老林，对于这种毫无信用的不良资产，咱们商科一般怎么处理？哼，物理销毁太便宜他们了。咱们矿山不是刚开工，正缺挖煤和挖盐的苦力吗？有道理。赵大人，崔老爷，你们以前不是很喜欢挖盐矿吗？不是很喜欢搜刮民脂民膏吗？从今天起，你们所有的家产全部充公，作为商会的启动资金。至于你们俩，配城西盐矿，每天工作6个时辰，没有工钱，只有窝头。敢偷懒，就让肖总监的人拿鞭子抽，好好在井下反省一下，什么叫劳动创造。不要啊！罗爷饶命啊！老罗，青州府也拿下了，下一步真打算修铁路了？当然，不仅要修铁路，还要开办钱庄，发行纸币。我要用工业产品倾销整个大燕朝，用金融杠杆绑定皇帝的阔库。2位掌柜，不好了！京城急报，咱们在青州府动用火器收编镇北王的事儿，已经惊动了朝廷。皇帝震怒，认定我们是谋反的逆贼，已经调集了江南和江北的15万大军，号称要将青州府夷为平地。15万大军？哈哈，老林，看来咱们这大燕朝第一条铁路不愁没有乘客了。15万人，那点消化头腰可不够。老罗，继续砸钱吧，我要开始量产加特林机和开花大炮了。反了，简直是反了天了！区区2个奸商，竟然用妖法霸占了青州府，还把镇北王的3万铁马给收编了。这是在打朕的脸，在挖大燕的龙脉。威武大将军何在？末将在。朕给你15万江南江北的精锐大军，不用活捉。不管他们会什么妖法，朕要你把青州府给朕夷为平地，把那2个妖商的脑袋悬挂在午门之上。末将领旨。陛下放心，区区2个商贾，镇北王那是阴沟里翻了船。末将的15万大军，一人一口唾沫，也能把青州城淹了。萧氏和硫磺的储备必须再翻1倍。告诉南边的供货商，只要货好，价格我给他们上浮1成。老罗，别看你那破账本了，快来看看哥们儿的新玩具。这是什么鬼东西？
大型烧火炮？哼，没文化。这是大燕朝工业文明的最高杰作，手摇式多管机枪，俗称加特林。没有电力驱动，我只能复原这种最原始的手摇版本，靠重力供弹，摇臂转动一圈，6根枪管依次完成上膛激发退墙的机械循环。老罗，你知道这玩意儿的射速是多少吗？每分钟300发。俗话说得好，南无加特林菩萨。一息3600转，大慈大悲度世人呐！皇帝老儿不是派了15万人来吗？今天就让他们感受一下什么叫物理层面的普度众生。罗掌柜，林掌柜，朝廷的15万大军到了，已经在城外10里处扎营，连营10数里，一眼望不到头。终于来了，走，上城头迎接咱们的贵客。城里的腰伤听着，本将带着大燕朝的15万天兵到了，立刻打开城门，跪地受缚。本将还能在陛下面前替你们求个情，留你们全尸，否则城破之时鸡犬不留。城下的王将军，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啊！打仗多伤和气啊！你们15万人跑这么远，军饷够不够发啊？不如咱们谈笔生意，你带兵倒戈加入我四海商会，我给你开10万两的月薪，怎么样？放肆！敬酒不吃吃罚酒，弓弩手压阵。先锋营1万人，给本将攻城。先登城头者，赏金1万两，连胜3局。罗掌柜，1万人散兵冲锋，咱们那200名火枪手的排枪齐射，会有火力空隙，压不住的。谁说我们要用排枪了？老林，让咱们的加特林菩萨开个光吧。大人，时代变了。这是雷神发怒了，快跑啊！那是什么怪物？王将军，刚才那是打招呼，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谈谈。关于收购，关于大燕朝皇室资产的具体事宜了吗？